众所周知，当你听到一个玩家的电脑中时不时传来2句美国话，偶尔还搭配着车载音乐、警笛声和枪声时，凑近他的屏幕一看，那十有八九是在玩 GTA 侠盗猎车手。作为一个有着跨越多年历史的金字招牌， GTA 系列也算是走过了漫漫长路。今天就让我来为你讲述当年销售斩获千万套，但在国内知名度并不高的自由城故事。侠盗猎车手自由城故事于2星在2005年发行，最初发布在索尼 PSP 掌机平台，后来又登陆了 PS2 和 PS3， 甚至在2015年还推出了手机版。由于没有 PC 版本，所以很多国内玩家都对这部 GTA 比较陌生。而故事的时间线被设定在了侠盗猎车手3的前传，也就是克劳德来到自由城的3年前。在3代里已经发福的托尼，在自由城究竟经历了哪些故事，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混到了里昂家族2把手的位置？1994年，那时的托尼在自由城简直是名声大噪，教父萨尔瓦多也十分看好他。但好景不长，就在托尼的地位蒸蒸日上的时候，却在一次任务中被警察盯上了。有人说他被逮了进去，还有人说他选择了四处流浪，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。总之，他离开了自由城很长时间。而在1998年的某天，一辆大巴车缓缓地停在了自由城的工业区，而下车的人并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的主角托尼。时隔多年再次返回自由城，刚回来的他在自由城一无所有，于是他选择再次回到了萨尔瓦多的怀抱。而萨尔瓦多，想必大家应该不陌生吧？他在 GTA 3以及圣安德烈斯中都有出现。在圣安德烈斯中 ，CJ 吓死辛达克家族的大少爷后，站出来问责的那个人就是萨尔瓦多。我们回到正片，托尼本以为教父会让他重新归位，但他的这个位置却早已物是人非。自己在里昂家族的位置早已经被一个叫维钦佐的家伙彻底取代，甚至教父还安排托尼给维钦佐当马仔，这让托尼十分不爽。而最糟的是，维钦佐这个家伙竟然是个两面人，在教父面前表现得海纳百川，但私下对托尼就百般刁难，给托尼安排的不是杂活就是十分危险的工作。维钦佐为人傲慢，对托尼没有尊重，常常对托尼呼来喝去的，但托尼还是尊重教父的选择，尽心竭力地完成维钦佐交给他的每一个任务。直到有一天，维钦佐命令托尼去帮他取回他的跑车，自己去享受抽查的快乐，把托尼当作司机一样的使唤，而且明知道会遭到警察的围剿，依然叫托尼去执行该任务。于是托尼忍无可忍，直接把维钦佐的跑车扔到了粉碎机里，碾成了渣渣，然后通过电话直接跟维钦佐撕破了脸，不再为他工作。这时托尼的母亲打来了电话，他的母亲十分的宠爱托尼，托尼对待他的母亲就像5代的老崔一样，对他母亲言听计从，百依百顺。为了让托尼得到更好的历练，煞费苦心的给托尼安排了各种任务，比如去唐人街和帮派马仔进行友好的交流，或者是学习厨艺去做臭豆腐味的香肠。最后为了历练他的男子气概，母亲还贴心的安排了杀手。经过前面的一系列操作，托尼获得了一身本领，托尼也充分感受到了他妈的爱。获得一身本领的托尼，这天联系上了哲学恋爱冒险家 JD。这个家伙原本是辛达克家族的人，但教父经常光顾 JD 的管理会所，并且 JD 还多次帮助教父逃脱尿检，于是 JD 被教父相中了，成为了里昂家族安插在辛达克家族的线人。这次教父又一次在会所面临尿检，还好 JD 紧急联系上了托尼，在托尼的护送下，教父免于逮捕。教父也重新对托尼建立起了信任，于是便把托尼安插在身边为自己干活。这天由于码头工人开启了罢工运动，让里昂家族的贸易大受影响。接工会长不肯和萨尔瓦多谈判，萨尔瓦多也只好让托尼派几个小妹过去，让这些抗议的男员工冷静下来。但没成想还是不太管用，于是托尼又受指令去干掉罢工运动的几个头领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工会长还是坚持和里昂家族斗争到底。萨尔瓦多无奈，只好让托尼去威胁工会长，这才让码头的罢工运动稍稍平息。后来通过萨尔瓦多，我们还认识了他的小女友玛利亚。玛利亚看托尼骨骼清奇，并经常叫他出去嗨皮，比如带他去各个商店零元购，又或者去黑市交易跳跳糖。经过几次的合作，玛利亚慢慢的对这个能保护自己的男人产生了好感，并想约他上楼喝一杯热咖啡，进行深一步交流。但托尼心里知道玛利亚是教父的女人，不能碰，于是便以咖啡不够热为理由拒绝了他。此后托尼不断发现玛利亚并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他每天背着教父在外面沾花惹草勾勾搭搭，还对托尼抛出了橄榄枝，在3代里勾搭克劳德，在本作中他又想勾搭托尼，还和废车党的一些成员纠缠不清。托尼对玛利亚这种行为非常鄙视，他希望玛利亚忠于她的丈夫萨尔瓦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萨尔瓦多这个没用的老头却是满足不了玛利亚的胃口，谁让人家有钱呢？玛利亚眼看托尼没有上钩，便立刻变脸，叫托尼不要纠缠她，说自己可是老大的女人。刚处理好玛利亚这边，萨尔瓦多又出事了。这天基地突然联系上了托尼，由于教父在会所潇洒时被辛达克家族的人绑走，此时正面临被干掉的风险。托尼奋力追击，并把教父从敌人的虎口救了下来。
有了这次的经历，让萨尔瓦多对托尼委以重任。萨尔瓦多对自己被绑架的事情耿耿于怀，于是萨尔瓦多就带了几个保镖，对绑架自己的辛达克家族一顿暴揍。在托尼的辅助进攻下，辛达克家族元气大伤，萨尔瓦多也心情舒畅了好多。由于基地提供了可靠的情报，萨尔瓦多并邀请基地成为真正的家族成员，于是派米奇来接上基地与托尼，前往入会仪式的场地。当到达目的地后，米奇一枪爆了基地的头。原来教父认为基地能背叛别人，将来也能背叛自己。随着托尼在里昂家族的地位越来越高，维辛佐也主动联系上了托尼，并在电话中对以前的过往冒犯进行真诚的道歉，还说在一艘货轮上给托尼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到了船上才发现所谓的大礼竟是一份电锯大餐。维辛佐嫉妒托尼抢走了他在里昂家族的地位，于是便有了这次的鸿门宴。托尼凭着他过人的身手干掉了一众小弟以及维钦佐。后来里昂家族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其他各大帮派的围攻，不光袭击了里昂家族的地盘，还炸了里昂家族的金库，而这一系列事件都被市长嫁祸在了萨尔瓦多的头上，这让教父非常恼火。于是萨尔瓦多与托尼迅速动身离开是非之地，飞越了卡拉汉大桥后，来到了新的区域避避风头。但这么躲着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教父为了消除隐患，便安排托尼暗杀了市长。之后托尼顺势爬到了里昂家族二把手的位置。在市长死后，新的选举很快就展开了，而此时的萨尔瓦多想要扶植一个新的市长当他的代理人。他打算把商人唐纳德罗伍推上市长的位置，因为萨尔瓦多觉得这个人比较好控制。但想要扶持新市长可不仅仅只有里昂家族，里昂家族的死对头弗雷利家族也要培养代理人。于是两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。在托尼的帮助下，唐纳德罗伍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了最多的票数。本以为这次选举大获成功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唐纳德与里昂家族的合作事情被新闻爆出。一个即将竞选的人与黑帮合作，舆论瞬间炸开了锅。唐纳德被市民集体拉黑，失去了一切的政权，投资的钱也随之打了水漂。随即他的竞争对手，也就是弗雷利家族的傀儡成功竞选了市长。里昂家族的计划也彻底失败，就连萨尔瓦多也因此锒铛入狱。于是托尼假扮教父的律师潜入监狱，来获取下一步的指令。教父认为这一切都是辛达克与弗雷利家族的错，于是安排托尼联合多茂帮给他们好好的上一课。弗雷利家族经过托尼的安排下彻底老实了，而辛达克家族也在此次的交战中彻底消失在了自由城。之后托尼接到了一位神秘女子加赖俊子的电话，加赖俊子想要托尼去干掉她自己的丈夫加赖一树，原因是他们的婚姻关系不和，她的丈夫不爱她了。恰好托尼本来就要打击一下加赖一树为首的帮派，于是就爽快答应了加赖俊子的要求。于是托尼根据加赖俊子提供的情报，先是偷了他们的武器，又炸了他们的运钞车，然后还伪装成加赖俊子的情人，给加赖一树戴绿帽子。于是加赖一树忍无可忍，浮出了水面，拿了一把武士刀就要和托尼单挑，但没成想托尼不讲武德，拿起了机关枪直接打死了他。比较耐人寻味的是，其实托尼对加赖俊子还是有些好感的，但遗憾的是，当干掉了她的丈夫之后，她就选择了自尽。不久，唐纳德找到了托尼。此时的唐纳德十分落魄，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翻身的机会。在他的哀求下，托尼便帮助他做掉了他的导师艾弗里，并拿走了房产计划书。对，没错，这个家伙就是罪恶都市里安排我们飞机炸大楼的那个人。拿到计划书的唐纳德开始了规划他的商业帝国，先把计划书中的小意大利城原有的楼盘炸掉，然后利用房地产的计划书勒索一大笔钱。而这个区域刚好是弗雷利家族的老巢，于是托尼联合炸弹专家8号球对小意大利城进行了一场大型爆破行动。弗雷利家族也因此实力大减，对里昂家族再无构成威胁。唐纳德也如愿拿到了不义之财，而因为唐纳德抢走了艾弗里的计划书，与哥伦比亚黑帮结怨，在托尼的帮助下，他才得以逃出自由城。后来萨尔瓦多出狱，他也知道了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以他的叔叔为首的西西里联盟在搞鬼。萨尔瓦多的叔叔和萨尔瓦多早已结怨，萨尔瓦多的叔叔在很多年前在家族的内斗中输给了萨尔瓦多，因此一直想夺回权力。他想让自由城的各个帮派互相争斗，然后再坐收渔翁之利。萨尔瓦多打算教训一下以他叔叔为首的西西里联盟，但在此之前，他需要去市长那里进行撤诉。但是因为西西里联盟的人绑架了市长，于是托尼和西西里联盟展开一系列的大战，击入了西西里联盟的骨干成员马西尼托尼雷的直升机，重创了西西里联盟。事后，就连自由城的市长都屈服于萨尔瓦多的麾下，他的叔叔也答应了萨尔瓦多不再闹事了。里昂家族终于在自由城一统江湖，托尼也终于成为了里昂家族的二把手。而里昂家族的命运也将因为一个沉默寡言的家伙而改变。另外，托尼在 GTA 3中也有出场，这时的托尼已经被他的母亲所接纳，而他的身材也变胖了很多。三代主角克劳德就是通过托尼的介绍才认识了萨尔瓦多。再后来，克劳德干掉萨尔瓦多之后，游戏就没有关于托尼的剧情了。这就是自由城故事主角托尼的传奇一生。虽然自由城故事的地图和 GTA 3一模一样，但是它在可玩性方面增强了很多，在剧情方面也更加丰富了。
作为一部前传作品，《自由城故事》展现了 GTA 3人物的很多新鲜经历，将他们的形象塑造得更加立体丰满。而《自由城故事》作为 GTA 3 3D 宇宙的构成之一，了解它的剧情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 3D 宇宙的世界观，能在 PSP 小小的机身上玩到完整版的侠盗作品，这在当年是十分不易的。不得不说，R星是真的强。说到 PSP， 上面还有一款侠盗作品，你知道是哪一部吗？